特点，比如说我是一名医生，印度医生，我到阿联酋来上班，我并不是特别关心我的工资有多高，我更加关心你的签证能不能给到我的家人，让我把我的家人给带过来。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吧？都有个严格的种姓制度，对不对？严格的种姓制度哈，所以一些低种姓的人啊，拼命的想往外跑，国内发展确实受限哈，所以他们就想着移民过来。那有很多的人带人，把整个阿联酋带来大量的一个印度人口。当然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原因哈，就是阿联酋和印度确实离得比较近哈，离南亚这块很近，所以有很多的印度移民过来。那配套的呢，就像那个印度这种学校啊、医院啊，就开始都盖起来。刚开始有一点之后呢，就慢慢的哈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那其他国家一看，医院也有了，学校也有了，那开始都过来啊。于是很多的世界上的这种做贸易的国家呀，都开始往中东来跑。这边呢，那就刚开始吸引一点外资，慢慢发展，投入更多的钱在基础设施上面，建更好的学校，修建更好的医院，提供更好的条件过来，那就会吸引更多的人。于是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像我们的帆船酒店啊，哈利法塔呀，巴西球场皇宫酒店啊，棕榈岛啊，未来博物馆啊，等等这些设施哈，就这个应然而生，于是就都有了。那你越有钱，别人越想往这边跑，因为有钱人除了做生意能够赚到钱，能够有贸易之外呢，他也需要能够消费，能够去享受，对不对？像我们那天聊的哈，帆船酒店一晚酒店要60万，那谁没事去住那个60万一晚的这个酒店呢？那不闲得慌吗？那你这做生意的人，你说你要跟别人谈一个生意，你找一个星巴克，你说你俩聊一个上千万的合同，这地儿也不合适啊。你那杯咖啡也不值这千万级这个合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需要一个高端的场所哈。那就像帆船酒店、头等套房，这就很合适啊。那很多的奢华的酒店很合适啊，又隐私又隐秘哈，还挺享受的，而且花了钱哈，大家都觉得很值。那种很多高级的场所就都有了哈。那我们这会儿先不聊了，看一下我们左右两边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美丽的波斯湾哈，各种颜色。最宝贵的绿色资源，做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绿色资源。如果把它推掉了，带来去建筑的话，不划算，划不来啊。越南下龙湾那是。气候好，气候控制，充满气候控制。这些国家不是缺乏植被啊，会混的。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哈，你看那个海真的很漂亮哈，各种颜色的，就像上帝的调色盘被打翻了一样哈。这你看一下，大家看看，其实这么美丽的风景应该利用起来，对不对？
阿布扎比哈也是时时刻刻遇到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像刚刚大家说的哈，这边有很多红树林，但是你要去造这种景观啊，或者是这种商业设施，那一定会对这个红树林对这种天然的植被有所损害哈，所以考虑了很久啊，把这条公路填了起来，连接了这两个岛，前面是亚斯岛，后面萨迪亚特岛，连接这个岛屿哈，然后不伤害红树林哈，然后在这边把它填起来，不然不填起来的话，你看我们的右手边，哎。它也有红树林，也有海，这就是以前我们所在这个道路上，它也是海，只是我们把它填起来了。然后开始在这边去修建哈，这边要修建很多的这个房子啊，修建一些房子是作为这个出售的，比如说我们说的这别墅啊、公寓啊，那也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设施作为像游乐园啊、游乐场啊、游玩的设施。那也就是说，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块哈，肯定它的风景是特别好的，这块景色肯定是独美的哈。阿布扎比呢正处于大力开发当中，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发现都有工地所在，对不对？同时建工哈，同时这个开始去动工。阿布扎比很有钱哈。我说什么呀？看自己的眼光。然后我们看我们的左手边看出去这一片哈，这片沙漠，我跟大家说话，以前也都是海哈，就在去年这一块哈，都还是海哈，是这最近哈才开始填起来的哈，开始修房子。这边的陆地啊，很多都是填造起来的，包括我们昨天去那个总统府的，还记不记得？我跟大家说的哈，以前是海洋，也是修建的一个小岛哈，填造一个小岛。那阿布扎比还一直发展到今天哈，都还是持续在发展啊，持续在有钱。那也是跟阿布扎比的这个石油息息相关哈。那阿联酋在最开始，扎德先生引进了很多的外资啊，引进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这种人才呀，引进过来之后，大力发展整个国家。迪拜就抓住了这一契机哈，大概在79年的时候，把贸易发展到了当时的一个巅峰。所以那天我们看那个阿联酋，昨天啊看那个阿联酋货币的时候，有朋友问我哈，有老板问我说这栋楼上面是什么？我说那个就是阿联酋迪拜水产国的第一栋贸易大厦。就是为什么贸易对他们那么重要，甚至把那栋楼又不好看，把它印证到它货币上面。这就代表着阿联酋的在中东或者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贸易地位啊，他们是自认为我们的贸易做的是很成功的，那事实上也都是的。首先啊，阿联酋有一个天然条件可以做贸易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有一个很天然的条件，特别好哈，得天独厚。但是有朋友说港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，就像我们的香港一样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深水港，比如说维多利亚深水港，对不对？这算是一个优势，但还是有一个更厉害的一个优势哈。他会发现中东地区处于亚洲、非洲和欧洲的一个交界的地方，发现没有啊？三洲交界，是一个交界处。你从阿联酋这个中东地区，你去亚洲也好，去非洲和去欧洲也好，它都近，它离这些国家都近。你任何一个国家做贸易，比如说中国人你可以直接跟欧洲进行贸易，但是你会发现远，很远。你也可以跟非洲进行贸易，还是远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东西拿到阿联酋这个点上来，它就在一个中转站，所以阿联酋啊主打做一个中转贸易，国际枢纽中心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尤其是整个中东地区完全依赖阿联酋，迪拜占了最大的一个比例，都过来。而且你还可以发现哈，如果你打开地图，以阿联酋迪拜酋长国为中心，以8个小时的飞行圈为半径，这样飞行哈，就9个小时吧，9个小时的飞行圈为半径。你画一个圈，几乎涵盖了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城市。但是你像很多国家就不行，像我们中国，就说我们中国，你从北京画一个圈，你发现画到太平洋去了。那你从美国画一个圈，它也不行，一边大西洋一边太平洋，它也画不了。欧洲也不行，那刚好中东这块这个地区，它就有这一个天然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，所以可以支撑它的一个贸易地位。那我们老是说什么这个兵家必争之地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也可以算是我们做贸易的人他们心中的兵家必争之地，要抢到这个地方。
这是个香饽饽哈，因为你把东西卖到阿联酋来，卖到迪拜来，它真的不仅仅只是卖到迪拜，卖给迪拜，卖给中东，而借助中东阿联酋这个跳板，你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去，就是一个中转贸易哈。所以阿联酋做这个做得很成功，而且在这边做贸易哈，他们是没有税的哈，没有税的，零关税的。没有进口税，也没有出口税，他们只收一个5%的消费税，5%的消费税哈，所以在这边做贸易很划算。他说，那你又做贸易，你1分钱的税又不收，你靠什么赚钱？最开始哈，这些国家，他凭什么去吸引外国的企业过来？凭什么去吸引外国的人才和资金过来呢？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我为什么来你阿联酋？你说真的，45度的高温，连水都没有，全是沙漠，我玩什么呢？那就是能够让你赚更多的钱。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车哈，我们这个车是35座的车，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它是什么品牌呀？中国比较火的品牌，对不对？金龙宇通车。我们这是35座的，我们就说这个50座的这个大巴车吧。50座大巴车哈，最开始在阿联酋来卖哈，是什么价格？跟大家算一下哈。我们有没有在国内做这个大巴车，做这种汽车行业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。有做的是吧？跟大家说一下哈。比如说这辆大巴车在中国哈，我们50座大巴车，就算它的造价是50万哈，出厂价50万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哈，拿到我们家的 4S 店去卖。那我得把它从厂里拉出来，拿到 4S 店去，这个时候会产生第一个税，对不对？不管什么东西你只要上市场，就一个13%左右的税，对吧？50万加这个税哈，大概就是6.5万，我们就只算13%哈，不算高，不算加的这种低的哈，13%。那来算一算，那就是6.5万，那你这个时候的车的成本来到56.5万元的一个价格，那你要把它卖出去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税，大家买